保存苹果时不可放冰箱的，多亏水果店老板支招，这样保存苹果放半年也不会坏的，汁水多又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俗话说，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苹果是生活中最常见的水果之一，不仅脆甜多汁，而且营养价值丰富。尤其是秋天冬天的时候，正是苹果上市的季节，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。很多人把苹果买回家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就直接塞进冰箱里面保存。然而，很多人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苹果放进冰箱里面，大概2周左右，苹果的表面就会变得皱巴巴的，吃起来也干瘪，甚至出现果肉发黄、烂心等情况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苹果是温带水果，对于低温比较敏感。而冰箱的冷藏室温度通常在0摄氏度至5摄氏度左右，这样的低温环境容易导致苹果的细胞组织冻伤，加速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流失，导致口感和品质大打折扣。有一次买水果的时候，跟水果店的老板请教了这个问题。多亏水果店老板支招，按照他的说法，只要保存得当，苹果放半年也不会坏，依然脆甜多汁。保存苹果方法1：白酒保存。准备一个大盆或者箱子，再准备1小杯的高度白酒。接着把白酒放在箱子的正中间，围绕着白酒放上苹果。再用保鲜膜封住盘口或者箱子口，避免外面的空气进入。因为高度白酒具有很强大的杀菌作用，可以抑制苹果表面的微生物繁殖，有效防止腐烂。然后再用保鲜膜封住盆口，避免外面空气进入。因为高度白酒具有很强的杀菌作用，可以抑制苹果表面的微生物繁殖，有效防止腐烂。半年后拿出来，苹果还是脆生生的，不会出现黏黏沙沙的现象。只需要把苹果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就行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要定期检查白酒是否完全蒸发，不够的时及时添加，确保有效性。白酒蒸发的时候会产生出蒸汽，刚好可以在苹果的周围形成保护，减缓苹果的水分流失，让苹果保持脆甜爽口。最后把苹果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，并且要定期检查白酒是否完全蒸发，不够的时候及时添加，确保有效性。另外提醒大家，无论以何种方法储存之前都不要清洗，因为苹果在生长过程中会分泌一种蜡质层包裹在苹果表面，俗称果蜡。如果提前清洗，蜡质会消失，对储存苹果不利。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容易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您动动发财小手，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保存苹果方法2：在使用苹果之前，最好检查一下苹果的新鲜度。可以用手轻轻按压苹果，如果感觉硬实，说明还比较新鲜；如果感觉软烂，说明已经不新鲜了。先准备一个干净、干燥且通风良好的纸箱或木箱，在底部铺上一层干净的旧报纸或卫生纸。这一步的目的是吸收苹果呼吸过程中产生的湿气，保持环境的干燥。选择没有明显损伤、病虫害的苹果，轻轻地将它们放入箱中，注意不要过度挤压。如果苹果数量较多，可以分层放置，每层之间都用报纸隔开。如果有多个苹果需要保存，最好将它们分开存放，这样可以避免苹果之间相互挤压，导致苹果变质。放置苹果的环境也很关键，应选择阴凉、
避光且温度相对稳定的地方，如家中的地下室、储物间或背阴的角落。温度最好控制在0至10摄氏度之间，这样既能抑制苹果的呼吸作用，又不会使其冻伤。避免将苹果放在靠近热源如暖气、炉灶或阳光直射的地方，高温会加速苹果的成熟和腐烂。在保存过程中，还需要定期检查苹果的状态。每隔1周左右，打开箱子查看一下，是否有苹果出现腐烂或变质的情况。如果发现有个别苹果开始变质，要立即将其取出，以免传染给其他好的苹果。保存苹果方法3：混合储存法。我们还可以用苹果和其他水果混合储存的方法来延长苹果的保质期。这是因为苹果在储藏的过程中，它会散发出乙烯等物质。平时也可以用没有成熟的其他水果和苹果混合储藏，这样不仅可以促使没有成熟的水果成熟，还能使苹果的储藏时间更长。适合和苹果一起储存的水果有香蕉、猕猴桃等。苹果中含有的乙烯气体可以促进香蕉的成熟，但这种作用对香蕉的成熟有一定的帮助，不会对香蕉造成不良影响。猕猴桃是一种对乙烯非常敏感的水果，而苹果可以散发出乙烯的气味，这种气味可以催熟水果。将苹果和猕猴桃放在一起，可以促进猕猴桃的成熟，使其变软，从而加速猕猴桃的食用过程。在保存苹果时，不要提前清洗苹果，因为水分会加速苹果的腐烂，而且清洗后的苹果容易滋生细菌。买苹果后，很多人直接往冰箱里塞，觉得这样能保存得久。我家我妈就喜欢这么做，每次买苹果都是一股脑全放冰箱里。可没过多久，苹果就变得皱巴巴的，吃起来口感很差。其实，苹果是温带水果，对低温挺敏感的，冰箱里的低温会冻伤它的细胞，水分和营养都流失了。所以说，这看似对的方法实际上是大错特错。大家可得留心，别再随便把苹果塞冰箱了。为什么不能直接放冰箱？冰箱内的低温虽然能减缓食物腐败的速度，但对于某些水果来说，过低的温度反而会导致它们失去原有的风味，甚至加速变质。特别是对于像苹果这样含有较多水分和天然糖分的水果而言，长时间处于低温环境中，容易使其细胞结构受损，从而影响口感与营养价值。此外，冰箱内部湿度较大，也容易造成苹果表面出现斑点或腐烂现象。保存苹果直接放冰箱是大错。老果农支招，这样放半年依然脆甜多汁。金秋时节，正值苹果成熟的时节，大家不妨多吃点。您还知道哪些关于苹果的保存小知识呢？欢迎留言分享哦，喜欢的话可以试试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